來，誠實一點，有人酸你一句，你腦中第一個畫面是什麼？ A. 當下忍住，回家越想越氣。 B. 3天後在心裡補吵100次。 C. 找機會剛好回敬一下。 D. 立刻封鎖刪好友，當作沒這個人。如果你選了以上任何一個，恭喜你，你非常正常。而馬太福音5章38到48節，正是耶穌對正常人反應的一次正面衝撞。耶穌先引用大家都很熟的話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。先別急着批評，這句話在當時其實是法律的進步，意思是你不能因為被打一下就把人家全家滅了。傷害要對等，不能升級，所以以牙還牙本來是用來限制報復的，但人類很厲害，我們總能把限制完成合理化。他先的，我只是剛好而已，我這樣算客氣了。於是耶穌說了一句讓人下巴掉下來的話：不要與惡人作對，有人打你的右臉，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。等一下，耶穌，你確定？這不是叫人被欺負嗎？這不是教人沒底線嗎？但注意一個細節，右臉。在當時文化中，打右臉通常是羞辱性的反手一巴掌，不是打架，是貶低。耶穌的意思不是你就一直被打，而是不要照着對方的劇本演下去。你不再用同樣的方式回應，你用完全不同的姿態，逼對方重新面對你。接下來，耶穌連續丟出幾個例子：有人要你的裡衣，連外衣也給他；有人強逼你走1里路，你陪他走2里；有人向你借，你不要推辭。這些聽起來都很吃虧，但其實這不是被動忍耐，而是主動打破權力遊戲。你不再被對方的要求定義，你用自由的選擇奪回主導權。然後耶穌講出整段中最不合理、最不人性的命令：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。我們可以愛朋友，可以忍陌生人，但仇敵，耶穌，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？但他馬上解釋為什麼：因為天父叫日頭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換句話說，你不是因為對方值得，而是因為你屬於誰。耶穌說了一句很刺耳的話：你們若單愛，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？意思是，如果你的反應跟世界一模一樣，那你到底不同在哪裡？最後一句話幾乎像總結全章，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。這裡的完全不是不犯錯，而是愛不被仇恨限制。馬太福音5章38到48節，不是教你當爛好人，而是邀請你退出一個永遠不會結束的報復循環。因為當你只剩下一定要討回來，你的人生其實已經被對方控制了。耶穌給的是一條更難的路，但也是一條不再被仇恨牽着走的路。